很多女性一辈子体检尿酸都很正常，可是呢，一到了40多岁了，进入围绝经期的时候呢，突然发现尿酸高了，就很恐慌，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然后呢，就开始折腾了。我们今天好好的谈一谈，为什么女性到了围绝经期，普遍的尿酸会升高。围绝经期女性的尿酸升高，往往不是吃出来的，就是你身体的代谢变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只讲一件事情围绝经期尿酸为什么会失控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男性或者是年轻人的身上，影响尿酸的因素跟饮食有关的本身就不高，就不明显。在围绝经期的女性身上呢，情况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因为这个时候的尿酸升高呢，往往是一个内分泌跟代谢系统同步变化的一种信号。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只是盯着少吃肉、少吃海鲜、减少蛋白质的摄入的话，而你不理解背后的逻辑，这个尿酸的问题的话，你往往是解决不了的。我们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女性的雌激素会帮助你的身体排泄尿酸的。当你进入围绝经期的时候，你的雌激素刚刚开始的时候开始波动，或者是失去了节律。失去节律就是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然后整体趋势雌激素的量是在往下降的。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尿酸从肾脏排出去的能力呢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个并不是说你的身体制造了更多的尿酸，而是这些尿酸排泄的能力下降了，所以你身体把这些尿酸留下来了，所以你验血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尿酸上升了。可是这整件事情不是到这里就解释完毕了，还有另外一个围绝经期女性尿酸上升的第二个关键的机制因为雌激素同样的可以让女性的细胞，尤其是肌肉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提高的。所以女性年轻的时候，你们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高。对胰岛素敏感度高的意思是什么？你少量的吃一点碳水化合物，你身体只需要制造少量的胰岛素，就可以把这些碳水化合物带到你的细胞里面去了。可是当你的雌激素下降了以后，你的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了，这个时候你吃一点点碳水化合物，你身体要制造比较多的胰岛素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这个叫做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了。围绝经期的时候就是如此的，这个时候你的肌肉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身体制造胰岛素就变高了。胰岛素多了以后，尿酸更容易被带到细胞里面去，它影响你的代谢健康的。所以你看到的尿酸升高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的，它往往是一个代谢弹性正在下降的一个信号。很多围绝经期的女性一看到尿酸高，第一件事情就是不吃肉了，不吃鸡蛋了，不吃海鲜了，连豆腐都不吃了。我要提醒大家第一步你就走错了。我解释给你们听为什么。围绝经期的女性本来就比较容易流失肌肉的，第二，本来基础代谢就比较容易下降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很刻意的压低蛋白质的摄入的话，你让肌肉掉得更快，然后肌肉掉得多了的时候，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更差，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胰岛素敏感度更差的时候，胰岛素更高，尿酸更容易进到你的细胞里面去，所以尿酸的问题反而更难解决了。所以围绝经期的尿酸问题不是吃得太好，是身体的调控能力变了。那么处在围绝经期的女性面对尿酸升高的时候，你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的胰岛素稳住把血糖控制到平稳。血糖平稳了，胰岛素就稳定了。我非常非常鼓励你们这个时候带一个动态血糖仪。动态血糖仪可以让你看到你一天24个小时的代谢变化，你血糖的波动的图形可以告诉你是不是有很多的胰岛素参与，是不是有很大的波动，肉眼可见的看到自己血糖的变化，对于指导你如何饮食如何生活其实帮助很大。第二个，不要盲目的低蛋白饮食，蛋白质不是敌人肌肉的代谢是核心资产，你不要损失肌肉的，所以不要盲目的去降低蛋白质。第三个，你要重视矿物质跟水分，喝水，水分要够，不是盲目的补充。然后千万注意，不要刻意的去低钠、低盐，维持正常的盐分摄入。然后切记镁和钾和钠这3样东西至关重要。所以请大家记住一句话，围绝经期的女性的尿酸是代谢变化的结果，不是饮食犯错来处罚你的。下一期我会讲一个跟尿酸几乎是一起出现的问题，围绝经期的体脂肪越来越难安排了。这2件事其实是同一条代谢线索。我们下一期见。